幹完一瓶水，我又要去茶园。现在我的这個投籃技術越來越高了，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。這狗子現在是越來越不靠譜了啊！每次走到半路就悄悄自己回家了，又跑路了。我在這裡等了好幾分鐘，沒過來，就我自己了。你們看，這山上拴了好幾條狗子，知道他們在這裡幹啥呢？照顧雞哥啊，這裡養這麼多雞，還有一隻大鵝，小胖也拴在這裡，好久沒有過來給他們送吃的了，可能已經不記得我了。茶園正在修剪茶樹，還有一隻雞哥的叫聲，好洪亮啊！看這個茶樹修的光禿禿的，一排一排的找吧。這裡有一個鳥窩，白頭杯的，找一下，看一下有沒有小鳥掉地上。在茶樹上面築巢的鳥，現在這個季節是高峰期，所以窩裡面不是有鳥蛋就是有幼鳥。看，地上有鳥蛋，好像還沒摔碎嘞。一定要輕拿輕放，不然的話一下就捏碎了。這2顆都沒碎，這裡還有1顆，3顆蛋居然都是好的，這是第一次碰到3顆蛋都沒摔碎的，可能正好掉在樹葉上面，如果掉在地面上，那都沒了。先放在這裡，我擔心拿在手上，等一會兒摔一跤都碎了，搞樹葉蓋起來，以防被其他什麼動物給吃掉了。這裡又發現丟了一個鳥窩，是空的。然後我在這一塊翻遍了，也沒有小鳥，也沒有鳥蛋。順便讓大家看一下沒有修剪的茶樹是什麼樣的，非常茂密。然後旁邊就是修剪過的，光禿禿的。完了，我們剛剛放這裡的3顆鳥蛋，等我再次回來的時候，就剩1顆了，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給偷走2顆，這真是服了。剛剛家裡給我打電話說要吃飯呢，然後我趕緊過來，然後我過來一看就剩1顆了，難怪那麼多窩，多數都是空的，可能就和剛才的情況一樣，被什麼其他東西給偷走了。我們吃完飯，下午有空再過来。下午5點半，我們繼續上山。剛過來就發現了一個窩，好像窩才做了一半就被抄家了。然後在這裡給大家說明一下啊，是因為茶山上的茶樹每年都會定期修剪，正好這個季節很多鳥都在茶樹裡面築巢，然後鳥窩就會被破壞掉。他們修剪茶樹的時候會把鳥窩直接丟在旁邊，如果窩裡面有鳥蛋或者小鳥的話，它們的結局注定是死亡。所以說每天我有時間的時候，我就會過來搜救一下，看一下有沒有被丟棄的。不過這個季節基本上裡面都會有，沒有遇到可能和上午的情況是一樣的。哎，這裡有小鳥。哎呀，身上冰冰涼的，2隻，可能剛出殼1周的樣子，肯定不止2隻。我們再在這裡找一下，這一片我都翻遍了，沒發現，絕對不止2隻，但是找不到了。上面還有好多我沒有看，但是這2個家伙身上冰冰涼的，我先用手給他們保暖一下。保暖了10多分鐘，他們居然開始張嘴要吃的了，可能已經餓了好幾個小時了。抓了一個蚂蚱，先給他們吃1口，然後馬上把他們帶回去，不做保暖不行啊。回来之後给他們放到保溫箱，順便做了個窩，先给他們搞點吃的，餵飽之後我等一會兒再去山上看看。
命运有的时候可能就那麼一瞬間，它就改變了。家裡買了100個鵪鶉蛋，本來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第一個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養的鵪鶉，也很親人。有一次忘記關籠門了，一隻掉到池塘裡面淹死，還有一隻不知所蹤。正好家裡買的有鵪鶉蛋，所以說孵化幾隻玩一下。其實家裡最近還買了很多雞蛋，但是就是沒有興趣孵化。隨機挑選了7顆蛋，我要孵化葫蘆娃7兄弟。也不知道這個蛋的受精率怎麼樣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殼，有4顆蛋受精，這已經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殼了，比我預想的還要好。這一顆蛋被我剝了一下，影響不大。這種鵪鶉的話，一般不用去剝，只要是溫度、濕度達標的話，它們基本上都會自己出殼。這一顆也在自己啄殼，還有一個太黑了，看不到，不知道什麼情況。這個乾脆我手動給它輔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馬上也要出殼了，剩下的就交給他們自己嘍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蘆娃7兄弟這3隻順利出殼了，蛋殼全部捏碎，然後給狗皮膏藥吃。被我輔助的那一隻昨天就出殼了，另外一隻昨天晚上出殼的，今天早上又出殼了一隻，還有一顆蛋到现在沒動靜，我也懶得看了。有沒有覺得它們特別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計一跑就沒了。剛剛放到地上試了一下，太活躍了，特別是這一隻穿深色背帶褲的。安全起見，找一個小鳥吃食物的盒子給它們放着，然後我要試一下它們的躺手能力。剛有一隻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这一隻穿背帶褲的非常與眾不同啊，給它往手上一放，它就這個樣子了。換一隻試一下，一點都不好使。最小的這一隻我也試一下，這家伙也不願意這麼躺着啊，怎麼穿背帶褲的就這麼與眾不同呢？而且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來，我們再來玩一下。你們看他動作一气呵成，還挺好看的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再試一下，就是這麼神奇。就這性格，以後必須要重點培養。來，見一下布丁，以後你們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別拿屁股坐它啊，這一下就扁了。哎，這家伙你幹的啥事兒啊？算了，你還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們家布丁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欺負任何一個小動物，換成其他的狗子，可能就會一口一個。走了，趕緊住保溫箱。前幾天下暴雨，我在池塘的這個角落撿到了一隻被淋濕的喜鵲，應該是掉到池塘裡面去的。就是這個家伙，我用吹風機給它吹乾以後，它居然問我要吃的，我才意識到這是我放生的喜鵲之一。掉到池塘的原因我不知道，慶幸的是沒有被淹死。今天是一個好天氣，而且它好像也沒什麼問題，能吃能喝的。這幾天都不知道吃了我多少條麵包蟲了，所以說就把它給放了吧。哎，往哪兒飛呀，你這小伙子？這是準備耐着不走是吧？居然上手了，好瘦啊，站在手上特別輕。飛走了。這幾天算是很照顧它了，吃了我不少麵包蟲，關鍵是它一點都不怕人。放生的那一隻紅嘴藍雀也回來了，現在羽毛也換的差不多了，嘴巴都開始變紅了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很怕人，我一靠近它就飛走了。這個野化還是相當不錯的。你這家伙嘞，要向別人學習哦，也飛走了。本來我以為這一次放了之後我們會就此別過，沒想到剛剛我騎車從這裡路過，它居然飛到我頭上站着。更加離譜的是，它居然飛到家裡面來，看到了我放在盒子裡面的麵包蟲，
試圖把它給偷走。這幾天我天天給它搞吃的，就是用這個盒子裝的面包虫，它居然已經熟悉了。没啥用，它一會兒回來一趟，一會兒回來一趟，反正差不多就是10幾20分鐘，它就會飛回來一次。我在門口攔着都沒用，它是把這兒當自己的家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家裡沒找到食物之後，它就一趟趟的進籠子，然後又出來。它可能以為進去我會給它吃的。前幾天為了管控它，我的確是小小的訓練了一下，但是現在已經不需要了啊。不得不說，鴨科這玩意兒真的很聰明，依賴性也很強。自從這幾天給它好吃好喝伺候了以後，它現在应該是不願意自己找食物了。不過過幾天就適應了，一直圍着我，就等着我給它搞食物嘞。洗澡去，這麼好的太陽，洗完自己去田裡面找啊。它目前正在換羽毛，這個髮型有點醜啊，而且我撿到它的時候挺瘦的。說明這家伙在戶外過得一般般。今年放生的幾隻喜鵲，有2隻已經徹底不回來了，另外幾隻還是天天回來偷狗糧。這家伙應該就是其中之一。洗完之後飛到這個房頂了，我剛看到上面有隻貓，趕緊搞點面包蟲給它叫下來。好歹人家也跟了我一路了，所以說給它搞點面包蟲不過分吧。吃飽之後自己去玩啊，不要往家裡飞了。我走了。估計短期以內這玩意兒是甩不掉了，這貨特聰明。來，今天整點西紅柿吃一下。這2個家伙是我昨天去河邊抓螞蚱的時候，在別人玉米杆上，人家要砍了嘞，然後我趕緊把他們給救回來了。馬上我又要出去抓螞蚱了，順便帶你們看一下環境，還原一下事情的真相。主要是昨天我的手機在家裡面充電沒有帶，所以就沒拍到。出來之後我差點都不認識這個環境了。昨天這玉米杆還齊刷刷的長在地裡面，今天全部砍好了都綁起来了。昨天大概就在這個位置，然後我發现了，不然的話今天可能它们已經成實體了，找都找不到。其實這個季節玉米地裡面有很多白頭鵯都在裡面繁殖，但是我對玉米杆過敏，所以說我不願意鑽，太深了。但是最近早晚我都會過來看看，如果沒有是最好的。我現在給你們看個東西啊，你們看一下，這玉米杆上很多知了退下來的殼，據說這東西很貴，是真的嗎？旁邊的樹上也掛了很多，我隨手撿了幾個，就這麼多了。這玩意兒沒人撿嗎？緊接着我認真的撿了2分鐘，就滿滿一瓶。兄弟們，我是不是發財了？這裡面到處都是，我感覺這玩意兒應該不屬於我的財富，所以說我就不撿了，而且太熱了，找個地方躲一下。還是我家這個傻狗永遠對我不離不棄，這麼熱的天兒我一出來就跟過來了。我其實是不願意讓它跟着，這個季節戶外的蛇特別多，而且剛剛就在那個位置，玉米杆下面一個鳥窩被壓着，我還說去看一下，有一條蛇，就這個位置，看到沒？狗子還跑過去的，我趕緊走。蛇這個東西我還是有點小怕，趕緊把狗子帶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後我們準備回去了。這麼多準備怎麼處理呀？好像對我來說也沒用，先帶回去吧。這狗子也不喜歡坐車，我是騎車出來的嘞。走走，回家去。這鳥是真跟我有仇啊！剛我看到它叼材料在這裡做窩，我就過來問了它一句：“你是誰？”結果它就開始咬我的腳，欺負我穿拖鞋啊！這家伙。為了緩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以防腳痛，搞點材料給它做窩，收買一下它。我說怎麼突然之間所有的鳥全部都飛了？來了一只游隼，不知道抓了個啥，鑽到這裡面去了，沒看清楚，該不是我的鴿子吧？趕緊回去看一下。還有幾只鴿子放在外面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反正剛剛一瞬間全部都躲起來了。地上還撿了一只不會飛的魔術鴿，這背上可能是公鴿子給弄傷的，毛都薅沒了。
這家伙的警惕性也真是夠高的，剛一瞬間就躲起来了，也不揍我，也不咬我了。我都轉了一圈了，他還不出來。最後可能覺得戶外徹底安全了之後，他終於是悄悄摸摸的出來了。趕緊做窩啊！冬季還沒來，還可以繁殖嘞。說的都是啥呀？這別開了，趕緊進窩，猛禽馬上又來了。你們看着啊，我現在用手機放剛才猛禽過來的一瞬間。其實他可能都沒看到猛禽，但是所有的鳥一瞬間全飞了，特別安靜。他就知道有危險，趕緊躲起來。再次讓他聽手機裡面這個片段的時候，他還是會害怕，本能的反應。反正就是不怕我，從這邊路過就問了他一句話，就開始咬我的腳。幾點了？幾點了我不清楚，但是可以給你送點材料。哎呀媽呀，你咋又在咬我嘞？這小伙子，要不是我这個人皮厚，就這幾下我的手就要見血了。給他送到他的鳥窩去。路過的我操碎了心，我把它塞進去之後，他把剛剛放進去的材料又扯出來了。所以說這個窩做好幾年都沒做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實在是這個紙你不需要的話，還是給我吧，留着上廁所也可以啊，也不能浪費。現在掙錢多難呢，還是让他自己找材料吧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窩裡面真的是連一根毛都沒有。不過裡面有一顆蛋，預計不出3天就會被它玩碎。要不我們把蛋拿出來看看？哎呦，這小子，哎呀，這一口見血了。所以說啊，一定要遠離這貨啊。這一次我也是沒辦法，我就路過，他過來就咬我的腳，我能什麼辦法呢？穿拖鞋不是罪吧？哎，不跟他玩了，再見。發現了一窩傻鳥，別人家蓋房子在這裡堆了一堆磚，這裡面有一窩小鳥，帶大家看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，看到沒有？好幾隻小鳥，走吧。希望他們出窩之前，這一堆磚還沒有被用掉。祝你們好運，再見。再來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下的網。有人跟我說下地籠子是違法的，的確是，但是我在自家池塘裡面下一個地籠子應該不影響吧？就像我抓自家池塘裡面的魚，哎，好像有一條很漂亮的魚。哇，有幾條小可愛，我們把它拿起來看一下。這麼漂亮的2條魚，怎麼鑽到我的網裡面去了？這幫魚都知道我不抓顏值高的，所以說放了吧，餵鳥，鳥也吃不了。去吧。哎，嘿嘿，還有這一幫漂亮的小螃皮，去吧。這一條怎麼不走啊？放生。剩下的這一幫魚對不住了，要成為喜鵲的早餐呢。才幾天不見，大家知道這3個家伙多大了嗎？來看一下，順便給他們餵早餐。3個大嘴怪，嘿嘿嘿，長得好快呀！現在羽毛都已經長齊了，給他們餵早餐，等一會兒再餵你。3號，誰先吃？就你了。第2條餵你，張嘴呀。第3條給誰吃？你這個鴨子怎麼這麼能搶？就給你吃吧。來，給你1條，一直在搶。好了，這是我的手。這個3號，哎呦，好像都吃飽了。來，給你吧。剛剛抓那麼多魚，一餐就吃完了。好像還沒吃飽，還在叫。
等一會兒再吃啊。馬上給他們煮雞蛋，雞蛋已經煮好了，他們好像又餓了，看一下。哦呦，差點把我手都疼了。因為現在天氣太熱了，也没給它餵水，所以饲料就拌得比較稀。每天給他們煮了一個雞蛋，荤素搭配吧。你們看一下，它們3個長得快不快？羽毛都長齊了，尾巴都這麼長了。但是離學飛還有一段時間。體型越大的鳥，學飛的年齡越晚，因為它體重擺在那裡。如果說是小型鳥的話，像翅膀有這麼長，尾巴有這麼長的話，都能飛好幾米了。但是像喜鵲這麼大塊頭的鳥，基本上還在剛剛學走路，離出窩還有一段時間。這一下是徹底吃飽了。你們3個大嘴怪，早點長大。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。我過來找一下鳥，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。發現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，看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。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，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？水果又沒興趣。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，不過越來越少了，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。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，已經成熟了。都這個季節了，蜜蜂還來湊熱鬧嘞。我們要小心一點啊，被蟄一口不得了啊。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，全部都留給小鳥了。今天來選一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药吃不吃柿子。這一個應該成熟了。就你呢，還破了個洞。這幾隻絲光椋鳥，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，就是偷面包蟲。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，所以說他們也不跑了，就在家門口附近，反正總是有吃的。這裡還有一隻公的，母的去哪裡了？看，這吃的多開心吶！所以說根本餓不到他們呢。母的也被我發現了，都在偷柿子嘞。你們對比一下，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？公的顏色特別漂亮。走啦走啦，我們站在這裡，其他的野生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，不打擾他們。哎，你這家伙，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？在這扯我的多肉。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？應該是剛洗完澡，也餓不到它。這2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。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，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，好久沒做消音器了，不得已啊，不然的話他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，难搞我。特別是這2隻小八哥，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，準備啃老嗎？哎，明年繁殖期到了，你們2個趕緊跑吧啊！這2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，然後我孵化出來的，已經換好羽毛了。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，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，把八哥都趕跑了。看，換好羽毛後的絲光椋鳥，太好看了。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，應該是和二驢學的。我聽到過幾次，不知道哪一隻。消音器吃完了，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，記住這個味道啊！吃完了就自己去摘，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。快去，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。食物太多了，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？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希望明年他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，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。回家休息一會兒，太吵了，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，嘰嘰喳喳的，太多了。兄弟們，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，你們有什麼安排嗎？猜一下，我拿刀去幹啥？這不，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，所以說嘞，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，做一根魚竿，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，多省心吶！路過河邊的時候，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。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，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，這裡的魚情怎麼樣？有沒有搞頭啊？對的，
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，又節約了不少水。走吧。哎呦，剛到河邊，看我看到啥了？一條擱淺的小白條，這還挺大的吧？看這個塊頭，和貝貝差不多長了。還好遇到我了，你運氣真好。放生，早點回家。從這個情況上來看，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。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，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。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，也不洗澡。算了，我們還是去找魚竿。在山邊撿了一根，剛加工了一下，其實還可以，就是太重了，不要了。山上好多小動物啊，剛刚2只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，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，沒拍到，尾巴特別大。這些板栗都沒人要，都是野生的，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。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动物給搬走，山上也挺多的，可能是還沒成熟吧。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，砍了2根，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。感覺一般般吶。這一根挺長的，但是有點重，不合適。這一根稍微好一點，但是不喜歡呢。再找一下，這一根還可以，就是有點短，差不多1.8米這個樣子，將就一下吧。反正我对釣魚沒啥講究，愛上不上。看，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，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。這是白頭杯的鳥窩，應該是別人在這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，是個空的。走吧，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。回來了，這狗子真聰明，它知道我帶着貝貝，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。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，它立馬離我遠遠的，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。好，國慶節放假，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。